们各位天下杂志的伙伴，然后张县长，然后我们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 KPMG 黄立佳。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呢，天下杂志呢能够来举办我们相关的永续的论坛。那么我今天会谈到，那么国际的相关法规表示说这个主题已经落地，落到法规呢需要来规范相关的制度。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2023年呢是人类有史以来，那么在可以记录温度，它是最高的一年，那么您会说，2023年，那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事实上，2022年对这一年来讲的话，它也是最高的一年。在2022年这个年度，那么很有可能2024年也是历史上面呢会是最高的一个年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国际上面以及台湾有什么样相关的气候的一个就是法规的规定。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世界经济论坛，它每一年都会公布全球未来的10大风险。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的1月呢，它公布了几大风险，其中第一大风险就是极端气候，未来的10大风险。第二呢叫做就是会影响那么地球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那么第3个呢是生物多样性。所以2024年公布的资料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看旁边2023年，事实上它的前3大的未来10大风险也都跟气候相关。所以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个气候变迁，在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大会里面，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巴黎协会。那么这个巴黎协定里面呢，定出说，如果我们要避免地球受到气候变迁的重大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在本世纪末，把我们地球升高的温度控制在2°C，最好在1.5°C以内。好，那么这个控制在1.5°C，才能够避免地球呢遭受气候变迁的极大冲击。那怎么做到？那在2021年，在英国的格拉斯哥这个气候峰会里面谈到了，就是我们要在2050年前需要净零排放。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年度出来以后，全世界好像找到了一个途径，怎么解决？好，所以呢，在目前呢，全世界呢有超过150个国家跟地区，他们承诺了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那么这个2050净零排放包括了国际上以及台湾。那我们来看看国际上面怎么样来应对。第一个是欧盟，欧盟呢，它早在2005年呢就开始了相关的总量管制。我们叫做 EU ETS， 叫欧盟的总量管制制度。所以对欧盟来讲呢，它早就已经管制整个欧盟里面大的碳的排放源。所以对欧盟的公司来讲，它排碳是有成本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圈起来的有一个叫做 EU ETS， 这个叫做欧盟的总量排放制度。那么另外一个圈起来呢，叫做碳边境调整机制，叫做 CBAM。那么这个 CBAM 呢，会影响到不止欧盟，也会影响到台湾。那么这个 CBAM 呢，它事实上是欧盟 EU ETS 的一个延伸。那么原来在欧盟呢，因为它排碳是有价的，所以它很多欧盟的公司呢，它就跑到欧盟以外去生产，包括台湾。因为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不用负担相关的碳成本。但是这样来，对欧盟的公司来讲，它就不公平了。所以呢，它为了要防止碳泄漏到欧盟以外，那么它就有了一个碳边境调整机制，让这些在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个货品，如果要进到欧盟，以后要课关税。那换句话说，它把全世界要跟欧盟做生意呢，都让它在碳的成本上面呢是一致的。同时它也让全世界跟着它一起来做碳的管理。
所以这个制度呢，在去年的10月1号开始试行，正式期是2026年的1月1号。那么开始试行以后要做什么？那么这个要做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出口到欧盟相关的产品，包括6大产业哦，第一个是钢铁，然后水泥、铝、肥料、氢气及电力6大产业。如果你要输入到欧盟，你必须要来申报你的碳的含量。那么台湾我们受到影响最大的呢，是我们钢铁业里面的螺丝螺帽业哦，螺丝螺帽业。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呢，是今年那么2月的时候第一次申报的全世界的一个统计。那么这个图呢，是从《经济学人》杂志里面那么摘出来的。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申报的国家里面，台湾排名第5位。哦，所以呢，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当的大，那么除了就是说，在欧盟它有相关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也就是碳关税的制度，但事实上不止欧盟有。那么对美国、对日本，那么对澳洲、对英国，甚至对中国，它在2030年呢，都可能会有它自己的碳边境调整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就是我们输入到他们的国家，我们要付相关的碳的关税。那么对我们来讲，那么台湾以一个就是贸易导向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如果你没有做到相关的减量的话，你就会面临相关的碳关税的一个征收。那么这是国外的状况，回到我们国内，去年的2月15号呢，台湾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气候法令，叫做《气候变迁因应法》。那在这个法令里面呢，谈了6大这个重要的措施哈。那么第一个叫做盘查及查验。那么我们相关的温室气体呢，需要把它盘出来，然后有第三方进来查验。那么第2套呢，在这里面叫做效能标准跟碳足迹。那么我们以后呢，我们的产品呢，可能会被规定说，你只能排多少，排超过的话，你可能要负担相关的成本。第3个呢，是以经济的方式呢来促进，比如说我们讲到碳费、碳关税以及碳交易。所以呢，这几天大家都有听到，就是我们的碳费，那么这个费率呢正在审议当中。那么去年8月17号呢，我们的碳权交易所也在高雄成立了。所以现在呢，台湾市自己有自己的碳权交易所，可以来买卖碳权。那么这个都是用经济的方式。那最后呢，会是在相关的自愿这个减量方面，我们叫做 CCUS， 那么它是有关于我们减量的技术。所以在这一套法令里面，它相当的完整的去构建了怎么样减量。但事实上，后面最重要的一块是，我们把2050国际上面在讲2050净零排放的这个目标呢，把它入法。所以呢，台湾也跟上了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把2050当这个净零排放当作国家的一个目标在追求。所以呢，这个是我刚才谈到的，我们有几套重要的法令呢，在这边会影响到那么我们全国的企业。好，那我们来看，就是在盘查及查验方面呢，环境部是国家的中央主管机关，对温室气体，它是中央主管机关，所以呢，它对于如果单一个工厂它的排放量超过25000吨以上，它就会要求它要盘查，强制盘查，然后强制第三方查证，查证完以后呢，它需要强制登录在国家的温室气体的平台。所以呢，这个是环境部在控管大的排放源。那么现在呢，25000吨以上的这些工厂，统计起来大约有512家，512家，它加起来呢，
大约有占台湾的70%的排放量，所以这500多家呢，也是明年要征收碳费的对象。明年要征收碳费的对象，所以刚才我们张县长有提到台塑、麦寮在云林，那么它很多就是这一批需要管制的对象，所以它的对象是工厂，这边是工厂是它的对象。好，那么我们再讲到就是说，它如果是超过了25000吨，所以国家为了要管制它，所以就会对它来征收碳费。对它来征收碳费，那么目的当然要请它就是能够减少排碳，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碳费呢的费率的这个讨论呢，在3月26号，就是前几天呢，那么难产，这个费率没有讨论下来。那么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刚才有谈到欧盟有一个欧盟的总量管制，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个交易的价格呢？大约是1吨，约是60-70块欧元，所以换算成台币大概是2000块左右，所以在国际上面，在欧盟我们可以有一个印象，大约就是2000上下。那么我们在国内讨论这个费率，现在是多少呢？现在还没有讨论出来，但是呢，那个范围大约有人讲300块台币、500块台币，或是100块台币，不管是100或是500。那么我们用中钢来做例子，中钢1年要排2000万吨，2000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所以呢，如果你1吨是300块来讲的话，它1年就要缴60亿的碳费，60亿的碳费，那会把中钢的利润呢，统统吃掉，即使是100块，那也有20亿，如果是500块的话呢，会有100亿的碳费，更不要说我们跟国外接轨用2000块，所以呢，这个碳费呢，怎么定都有人讲话，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蛮需要去解决，但是你说不解决可以吗？不行，因为呢，2026年欧盟的 CBAM， 我刚才跟大家报告那个碳关税机制就已经要开始，那在欧盟的那个机制里面，他说我要扣你钱，我要课你碳税，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母国已经缴的费用可以扣除，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碳费定下来，到时候台湾被影响的这些产业到欧盟去缴了1吨2000块钱，可是你在台湾还没有缴任何费用，就是所有的钱就交给欧洲了。但是如果有一些钱你是在台湾缴，换句话说，你有一些钱呢是在台湾，剩下的才到欧洲去。所以碳费的这个议题呢，非常的就是严重哈，需要很审慎的来对待。好，那么我们知道说讲完了碳费呢，台湾的碳权交易所也已经成立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机会在这里。那么我们碳权交易所呢，有几个功能，除了这个教育的功能以外，它可以引进国外的碳权，引进国外的碳权呢来做代购哈，让国内的厂商有需要。那么谁需要？最主要的是要做碳中和哦。那除了国外碳权的代购，国内碳权呢，也可以用国内的环境部的方法来制作成国内的碳权。那么国内碳权可以有哪一些方式？各位看到这里有13类哦，有13类，它都是国内碳权呢可以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前面的2位讲者，那么在做 LED 灯，它是属于能源的这个效率方面，这个可以做碳权。那么农业方面你也可以做哦，所以我们有林业、农业、畜牧业这边也可以做成碳权，所以做出来碳权就可以在我们的碳权交易所上面来做买卖哦。那么碳权拿到以后呢，它跟碳费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说，我刚才报告说，碳权主要呢是让大家来做碳中和的抵换哈，把你剩下没有排放没有减量的这个碳排放呢，可以拿来抵减。但是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国家制度里面来一定的来就是抵减我们应该要减的碳费。所以有一些公司呢，它就会就是去购买碳权，那未来呢可以扣减它的碳费，但这个比例呢需要由环境部未来再来定啊。
那么我们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法令在我们的气候变迁应用法里面，那真正现在已经落地、已经在实施的是金管会对于所有的上市柜公司，它从2023年开始，一直到2029年，它要求所有的上市柜公司呢，要做温室气体的盘查，以及第三方的查证。第三方的查证，那它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跟刚才环境部我们说用一个一个工厂，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要求的叫做财务报表边界，也就是说，你只要列到你的财务报表的所有的公司，通通要做温室气体盘查。我们就再以台塑为举例，所以呢，不是那一个一个工厂，而是台塑全球，不止在台湾，在中国，在其他地方，通通要盘查。然后需要第三方的确信，第三方查证。那这是金管会它要求的。那这边呢是针对它的叫做直接排放以及能源间接排放，一般我们说范畴1及范畴2。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金管会它更对接了国际上面的一个叫做永续报道一个准则。那么这个要对接，那这个准则呢，是因为它是国际性的，所以全球都采用。2026年起开始，那么这个呢会让全部的上市柜公司呢，它需要来遵守。那这边呢跟温室气体有关的是，它除了我们刚才讲金管会它要求范畴1、范畴2以外呢，它会要求范畴3，也就是其他间接排放需要来揭露。那这个其他间接排放就是我的上游以及我的下游的排放。那这方面也要揭露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完整的揭露一个企业它自己的以及它上游、下游的排放。那么这个呢，会比较困难，但是呢，是未来必须要做的那到这边为止呢，我跟大家报告完了相关的法规面，但是千万不要去忽略了，因为更重要的是你的供应链，它会要求你。法规有管到我才需要注意，但是呢，供应链，比如说 Apple， 比如说 HP， 我是它的下游产业，只要它有了它自己的一个目标，他说我要做碳中和，我要做净零排放，他就会要求它的下面的供应链要一起来配合。如果你没有配合，或者说我没有达到它的标准以外，对我来讲，就不是合法或是违法的事情，缴罚款，而是你会被踢出供应链。那这个时候就是会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呢，除了法规以外，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忘记了供应链上面呢，对于气候变迁的要求以及它实践的力道。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